好，现在是我们旅行第5天，也就是今天是礼拜日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算是最后的完整一天。然后我们今天本来是昨天要去的，改成今天我们要去神户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神户，想说去神户走一走，来一个简单的一日游，应该只会在市区逛逛、吃东西、看看风景。然后我们就走去阪神电车，然后要坐到神户三宫站。然后我们刚买这个阪神的车票，它这边其实没有站务员可以卖，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按。然后刚刚有点卡住，不知道怎么按。然后其实它是看票价的，像我们等一下要去那个神户三宫站，那神户三宫站的话，他就选那个票价420块，小孩是210。它其实应该不是对号车，所以我们就只要点选票价去买就可以去了。好，所以等一下应该就是坐像区间车这种车吧。小丁伯要吃那个虾三明治，好吃吗？跟名古屋一样哦，有虾三明治。这感觉比名古屋的虾三明治好。怎么可能？不要开玩笑。害我好想要吃哦。好吃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在等那个阪神8点37分的电车，然后现在是8点25分，所以大概会再等10分钟。就是蛋蛋也好吃。等的时间就先吃个早餐吧。本来以为会坐对号车，就在车上吃就好，结果不是。那我们那个电车要搭40分钟，所以要找位置坐哦。等一下上去要找位置坐，知道吗？等一下你的头发怎么那么可爱，翘翘的？阿果在吃什么？阿果吃热狗面包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然后我们看小朋友在引颈盼望我们的火车进来，他已经在后面慢慢开了，因为现在36分了，前面的火车开走。哦，我们这个也很漂亮哎。过来。那这不是我们的车，这不是我们的车，这太高级了。这还要洗澡。对，这不是我们的车。现在搭上火车了，我们搭的是红萨克，是红萨克。我们现在搭的是阪神电车快速急行，要搭到神户板条电车，阪神电车。我们刚刚应该是从后面的那个阪神神户三宫站下来。好，我们已经到神户喽。耶！这也是一个大交叉口，这里很多车站都在这里，所有的神户站都在这附近。对，但是这里相对人就少很多了。应该是我们今天人应该会比在大阪少很多。对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直接去搭那个它的公车，神户市区的观光巴士 City Loop， 然后会买1日券。然后我们就会沿着它的巴士，在他们比较知名的景点下车来看看。那公车站应该就在前面那边，我们过去那边找看看。我们就是在等那个 City Loop。それでは次は12番新神戸駅前です。好，我们现在坐的是 City Loop 的巴士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路过艺人馆街，但我们这次没有想要逛艺人馆，所以就坐公车路过看看风景就好了。我们到生田神社了。这里应该就是神社，我们要跨过神的结界哦，跨过这个鸟居。位在神户市中心的生田神社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是当地人祈求恋爱与良缘的知名神社，也是许多旅客到神户必访的景点。阿果跟妈妈去神社前面拜拜，这边可以祈求一些好运，也有掌管生命的神。可以保佑小孩平安成长，然后好像也有恋爱神，各种神明都有。给你很多个。
台湾的庙也是到处都有各种神明。去跑到那个。我觉得他们的神社好像里面也有很多神，像后面也会有那个道和神社。走进深田神社境内的道和神社，就能看到一整排鲜艳的红色鸟居。虽然规模比京都的千本鸟居小得多，但依然有着浓浓的日本味，也保留了道和神社祈求商业兴隆与家宅平安的传统。这就是金龙泉，这样就是把签子，签子丢到这个水里面，马上会浮现。这就是神木。来，我们已经坐公车到15站下车，这也是圆町。对。等一下我们就去逛圆町跟中华街，然后又准备吃午餐喽。找一间好吃的神户牛。可是有小孩想睡觉，糟糕。阿丁想要去尿尿、睡觉。好，走，那我们就去中华街。都可以啊。这里就是中华街，旁边好像有那个门。来到神户，中华街是许多游客必访的热闹景点。这里正是名称叫南京町，全长只有270公尺左右，但街道两旁挤满了各式中华料理店、小吃摊和伴手礼店。节庆时还会挂满红灯笼，气氛特别热闹。我们这次来中华街，主要就是为了吃午餐，目标就是传说中很有名的神户牛。不过我们并没有提前预定餐厅的座位，所以就边走边找，看能不能遇到不用预约，也能让我们尝一尝神户牛滋味的好店。好了，来神户就是要吃神户牛。OK， 然后我们点了一间，找了一间，就是其实网络上还蛮推荐的一间神户牛，但是因为它是要预约的铁板烧，不过还好它的户外有一些简便的食物，有神户牛炙烧寿司 ，Thank you。还有神户牛肉面。你可以坐上来，等一下。爸爸点了一个最贵的最贵的部位，神户牛最贵的部位的冻饭。我先讲哦，因为我们没有进去里面吃铁板烧，所以这已经都是次等的、低等的神户牛了。进去真的高级的是进去里面吃那个预约的，因为那些铁板烧都是要预约的。不会啊，可是点。然后我们没有特别预约，所以想说就在外面吃这些，它刚好有一些比较简单的，像是烤肉串啊，或是那个。可是他点了一个冻饭哎。来，你看我们的握寿司已经上菜了。哇！等一下，重点是爸爸点的那个冻饭要9300日元啊。东西，他要这个。你要这个吗？啊，那这个有这个。芥末不要。一口吗？一口没关系。一口哦，因为它咬不动。来啊，直接一口塞进去。一口吃进去，慢慢在嘴巴里面吃掉。好，慢慢融化。好，慢慢吃。好吃。好，先放进去。不用急着现在说，那我要来试一口这个。我吃这个嘛？可以啊。好，换我吃哦。耶，一口神户。那丁博就吃不到神户牛，他等一下只能去吃旁边的中华料理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Thank you。其实我是不懂这种就是生肉到底要怎么吞，就跟寿司生鱼片一样，因为它很肥，而且它很厚。要咬很久。太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阿果还好吗？你要把它变成小块小块再吃进去，因为它不是那一种入口即化的熟肉。感觉怎么样？在他们在吞肉的过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我们点了另外一个。耶！这个是烧肉，这个才是我喜欢的。烤肉。这样好吃。但是因为它调味太重了。因为它就是没有用到最高级的。这个熟了，吃起来蛮有嚼劲的。来，我还有牛肉面。好吃。还可以吃熟的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我要吃这边。好。
这个蛮多片肉的，这一碗要9300日币，高级的哦，接近2000块的神户牛便当，它真的是入口即化的，肥肉，就是和牛这种还是要吃肥的会比较好，而且不要太生。像这种4、5分熟的，它一面已经焦了，然后另外一面就是生的这样。神户牛的肉质真的蛮香甜的，吃起来蛮好吃的。不过可能是户外用餐，而且我也没有点到最高等级的部位，所以并没有那种超高级的感觉。重点是这碗牛肉冻饭要9300日元，台币2000多耶，真的不便宜。整体来说味道不错，就当作是一次轻松尝鲜啦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走这个圆町的商店街，这条街竟然可以走超长的耶，这个走到可以通到神户港去耶。不是通到神户港，应该说离神户港很近。我本来想说，我们还要搭公车去神户港的，结果走一走都快到了。那我们其实今天都没有安排什么行程，我们就在这边随便逛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去神户港，然后去那个临海乐园看看。我们现在要往神户临海乐园前进。走了大约1.3公里，还好今天的气温非常舒适，行人步道也都畅行无阻。我们来看看这间六甲牧场，这好像是有名的店。是。很浓的牛奶哦。我还是不要。超浓的耶，小丁可以吃，我帮你挖一口。我要开心果。哎，我们第2次吃那个开心果口味的东西哦。昨天吃的是 donuts， 现在吃冰淇淋。开心果口味的是最好吃的。我怎么觉得它有一点焙茶的味道？我吃一口开心果，那是多开心！我比较喜欢外面那个有粒粒的，有一粒一粒的，但是有一点焙茶的味道。综合吃更好吃。这个奶味真的超重的，超浓，好赞啊！我喜欢。好赞的茶果，而且它很绵密。丁博吃一口就不敢吃了，他觉得太浓了。我们来到神户临海乐园，这里有购物中心、摩天轮、逛街、看海，一次满足。刚从那个旁边的 mall 又逛了一轮出来了，然后现在要到另外这间 Mosaic 的商场，旁边有那个大摩天轮，我们准备去大摩天轮那边看看。好喽，我们搭上了大观览车，也就是摩天轮。刚刚布丁还一度不想要搭车，想要玩挖土机，玩旁边那些骗钱的。对他想要玩挖土机。没想到日本人也会搞这个挖土机。还有阿国想挖土机就在这里 ，Volvo 的 ，Volvo 的挖土机。然后阿国想要走迷宫，哇，我们看到神户港了。然后阿国想要走迷宫，可以看到那一个爸爸，然后阿国想要走迷宫，大饭店，还有豪华游轮。这一台叫做 Sorry， Hikomaru。好漂亮的船哦！哇，我已经有新的。真的。哎，载书船，载书船是什么？载书，运输船，载书。载珠吗？港塔。妈妈，你看，要飞那么高的吗？那是海鸥吧？我这是黑色的。我不敢往下看啊，我只敢看远的地方。好，妈妈，你可以看我这边。你看那个船的甲板上面有人在走。这个摩天轮的速度还蛮快的。
差不多10分钟就做完一圈了。现在是4点多，还没5点，但是我们中午因为没有吃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去吃个午餐，吃个晚餐。都还没决定要吃什么晚餐，阿古就吵着要吃起司10元烧。我们第一天到洞窟时有吃过，阿古一直想再吃一次。薯条3兄弟，对，现做的薯条。上次我们去那个什么名古屋也有看到，还是东京车站的下面，是东京车站的下面。东京车站那个关下面。这个不是饼干的，它真的是薯条那边要排队排很多人，然后其实我们中午来的时候人也蛮多，然后现在刚好路过没什么人。对，我们先让爸爸吃一口。这不是真的薯条，这不是真的薯条吗？是真的薯条，是真的薯条吧？我以为是饼干呢。好可爱哦！这样一盒多少钱？很烫，450还是500？很烫，390。哦，那可以哦。很烫哦。来，怎么样？跟你直接吃脆脆的饼干比起来，哪一个好吃？真的是薯条哎。哦，你看金箔整的很烫，拿好哦。来，我也要一个。这跟麦当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哦。它只有外面的那个调味，它薯条本身不会咸。好吃，好不好吃？但我怎么觉得饼干比较好吃？而且里面是可以吃到很扎实的那个马铃薯泥。而且里面超烫的，好特别啊，好吃。因为陆续吃了点心，我们就选了一间评价不错的鸡汁和点寿司当晚餐。用餐细节可以参考另一部最爱美食大票选的影片哦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02分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天黑。基本上夕阳应该是已经下山了，只是我现在在等天黑。我们今天大概要搭8点多的车，我怕会来不及。会吗？会啊。可是天还没亮哎。对。那是你的问题。因为我本来一般是8点03，这一班应该来不及了，接下来就8点27。是哦。对，可是我现在觉得变数最大的是公车。那里有人在在人呢。公车是变数最大，因为不知道会等多久。这一等我可能就搭不到8点27分的阪神了。8点27，那你要几点？你打算几点离开？就是我一拍完这张，我就要走去公车站，因为公车站就在旁边了，也是没有很远。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。好，那就等灯开起来了哦。分享一下，我刚刚在 AUN 买了一大堆糖果。糖果富翁。好，我真心推荐以后要买这些甜食糖果啊，一定要到 AUN 买，因为真的超级划算。就是我们买了超级多包。你是说这一整袋里面都是糖果吗？对。请问你是要拿回去虾皮卖吗？蚂蚁，这都是我自己要吃的。那个店员刷到觉得这2个人是怎样，小孩子的牙齿都掉了。阿果的牙齿都掉了，还在那里吃糖果。我们还买到这种葡萄口味，这些在全家卖一个要200多块，它这边含税价可能还不到200，真的超划算。看起来很酸的。对，好，这个贵了一点点，这个超多，这个超好吃。然后我买超多这个马里欧糖才154含税哦，含税154，很便宜啦，超划算的。我总共买了7000多，这一袋糖果7500，超棒，没问题啦。我吃一个神户牛肉便当9600，这都没什么，真的。好哦，回去要分大家吃哦，要给其他人吃。淡路岛的洋葱盐，淡路岛的洋葱盐，这是嘎哥推荐的。对，买到了，我一次买了4罐。但是这不是在 AUN， 这是在那个神户的伴手礼店买到的。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神户。可以，我觉得这里还蛮舒服。以后我们就搭星宇航空直接直飞神户，再去淡路岛，然后再安排去淡路岛，还可以去 Cosien。我想要搭船。这边又可以逛mall，然后又可以做一些水上搭船的活动。对。吃东西也不会这么，而且不止哦，还有什么动物园，然后还有什么有马温泉什么，反正那还不错，还蛮多地方可以去。然后其实我们从大阪过来，还有去那个什么
路过甲子园，对，然后那个尼奇城啊，其实还蛮多地方可以去的。那里有飞机。可以。好，以后我们再安排神户1日游，不是1日游，神户3、4日游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原本以为这美景会是神户1日游完美的 ending。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哦，那个 City Loop 1日券的使用是很好的，不过它的最晚时间只到7点37分，假日7点37分之后就没车了。对，然后现在是7点57分，所以我们已经搭不到 City Loop 了。没错，我们可能要走2公里回到车站。我们决定要直接走路回车站了，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来的。我们就是走那个圆挺商店街过来的。我们本来应该是要搭公车来这里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圆挺商店街走着太靠近神户港就走过来了，然后现在回去变成也要走回去了。有人坚持要拍夜景，跟夜景没关系哦，因为有人坚持要拍到灯是亮的。你看，灯是亮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漂亮的神户港塔，还有配乐。后面有背景音乐，这有版权哦。然后还有彩色的泡。还有这个漂亮的月光，我们准备走到脚断我们掉了。准备走2公里回去，比万博还累。反正最后一天了，没在担心的。小朋友都不用走路，不用担心。好像明天不是要早起。没关系啦。我们就走回去那个商店街，再走回去3宫站。还好啦，我们之前爬阳明山，爬完阳明山还不是走1.1公里？我们很常搭不到公车哎。走错。我最讨厌公车了，每次公车都会搭不到。对啊，我们很多次搭公车都搭不到。这时候可能会有人建议说，可以搭其他公车啊。没有，不要看起来好像也没有。我等一下在那边找公车，我等一下又坐错车，我更惨。我们现在是在那个阪神电车沿线这边1楼的商店街，全空，这边的商店全部都关门了。对，反正就沿着这一段再走大概800公尺，800公尺就会到阪神电车了。好吧，算是因为我们 OK。刚刚已经走过1公里了，所以接下来可以轻松一点走了。哦，反正我们现在去就差不多8点半到那里，我们只能搭9点03分的电车，还好啦，9点03到南波站，然后回到饭店放一下东西。还要洗澡。还要洗澡拜托。然后晚上我们大家再继续看一下孤立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道顿窟的风景。超美阿丁，阿丁呢？现在是晚上10点35分，人还是这么的爆炸多，超多。巨型夜市现场。这真的完全不像日本人，因为以前都是大概8点就全部收摊了，现在10点都还没收。孤立果。阿果一直念着要吃帝王蟹，我们去看看还有没有卖。大阪行的最后一晚，果果还在念第一天吃的那只帝王蟹脚，所以我们还是去逛道顿窟当逛夜市。虽然很晚了，店家几乎都在收摊，不过刚好店家收摊前卖我们最后一组，超开心，也算是帮神户行画下完美的句点。要喊哦。怎么样？喜欢我们的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